中国再次让052D 下饺子，为何不造9000吨级的新型驱逐舰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外界关注到中国海军新一代的主战舰艇开始了新一轮的下饺子。这些舰型包括1.3万吨级的055、7000吨级的052DL、4000至5000吨级的054AB。055是中国海军未来的指挥舰，又是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，在性能上又领先美国驱逐舰一代，完全符合未来作战的需要。而054A 未来是勤务舰的定位，主要利用其出动速度快的优势，用于保护中国周边的海洋权益。054B 主要在远洋航母战斗群中承担反潜作战任务，要拥有更强大的自持力、更高的航速和更好的静音性能。只有052DL 舰的大量建造在网友中引发了一定的争议。052DL 作为中国新一代的神盾舰，排水量明显偏小，只有64部垂发单元，相比于055的112个垂发单元，火力单元数量也不太够。如果只看防空能力的话，两者都配备了红旗9B，但是一艘055型万吨大驱甚至比2艘052DL 还要强大。052D 在10年间先后建造了25艘，而055万吨大驱的首批建造数量就达到了8艘，而新一轮又开始下饺子。055和052D 可能都会增加8艘左右。很多人应该注意到，在055和052D 之间，中国还缺少一型9000吨级的通用驱逐舰。那么，中国为何不像美国一样建一种吨位更大的通用驱逐舰呢？首先，052D 基本上能够满足中国海军装备发展对通用型驱逐舰的需要。虽然052D 的垂发单元数量相比于阿利伯克级要少一些，但是拥有更先进的火控雷达，火力通道更多，在性能上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。未来的海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那就是平台分散，火力集中。中国已经有055这样的万吨级大驱了，对9000吨级的通用驱逐舰的需求就相应降低了。与其在一艘驱逐舰上增加垂发单元，不如多增加几艘052D，更符合分布式杀伤链的作战理念。与美国军舰相比，052D 的垂发单元其直径更大，可以装备包括建设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在内的新型武器，其反舰作战能力一点不差，甚至还更优。其次，装备型号过多，对海军的后勤保障压力也会比较大。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的规划就是055、052D 和054，这是中国海军对作战和日常维持海洋权益的需求的体现。如果再增加一种新型的9000吨级的驱逐舰，就会导致海军舰艇的采购成本大幅度增加，而后勤补给的难度也会同步增大。最后，这一决策是中美海军水面舰艇竞争的需要。中美海军水面舰艇的竞争比的不只是垂发单元的数量，而是更看重新锐舰艇的数量，并且还要关注舰载导弹的性能。在高超音速导弹时代，美军驱逐舰需要拥有更多的垂发单元，但是呢，也防御不了舰射的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。所以，中国与其建造价格更贵的9000吨级的驱逐舰，还不如为052D 配备更加先进的舰载导弹武器。中国军舰花更少的钱，拥有能够挑战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实力，可以大大的提升中国军费的使用效益。美国海军几乎全是万吨级的大舰，到现在成了难以甩掉的包袱。这充分证明，海军装备的发展不是吨位越大、垂发单元越多就越好，还要综合考虑海军的发展需要。总之，虽然从技术的角度看，
中国完全可以建造一种9000吨级的驱逐舰，而且这样的军舰更适合执行远洋作战任务。但是从中美海军长期的竞争看，中国暂时只建造7000吨级的052DL，也能够基本满足海军走向远洋的需要。中国有可能会发展9000吨级的驱逐舰，甚至呢会建造几十艘，但不是现在，而是未来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